小伙伴们，大家伙早喽！从波士顿回家了。波士顿马拉松这几天结束后，身体还是非常疲劳，没有完全恢复过来，再加上长途旅行和时差，所以这次赛后这一周，我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恢复上。之前也总和大家分享，一场比赛结束之后，不建议大家用纯静态的方式去恢复和休息，还是得动起来，用轻松跑，用轻松的活动去帮助身体肌肉的恢复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波马赛后我的恢复是怎么做的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比赛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。这次波马最后我跑了2小时47，其实是超出我的预期的。因为赛前大家都知道我腿伤没好，再加上这次的长途旅行，就不是一个特别能拼成绩的状态。所以赛前我对自己的预期就是不让腿伤变太严重的情况下安全完赛，2小时52左右。这场虽然没有拼，但是身体的消耗挺大的，再加上我1个月后又要去开普敦马拉松，所以波马赛后到开普敦马拉松之间这1个月，我希望通过积极的恢复，让身体状态再好一些。全马赛后的恢复，我觉得几个事儿比较重要。第一个就是饮食，把饮食做好，让身体能够迅速的恢复过来。第二个就是不要静态，要动态的去恢复，做一些轻松跑、轻松的训练，让肌肉迅速的恢复弹性。另外，最重要的是在恢复训练之后的这段时间，不要强度太大，要控制一下，以免让身体进入一个过度消耗的状态，有受伤的风险。我在全马赛后的训练一般这样安排：赛后的第1天短距离慢跑，让肌肉恢复弹性，但是强度一定不能大，距离也不能长。我一般3到7公里，也不看配速，不看心率，就用自己轻松跑的速度就行。跑完以后会感觉到疲劳消散了一些，肌肉也没有那么大反应了。第2天可以休息1天，第3天、第4天安排中距离的慢跑，距离长一点，但是强度呢不能太大。1周之后就可以逐渐按照自己平时的节奏来训练了。但是比赛后的前2周，我会放弃强度课，或者用很低的强度去跑一个强度课。在赛后这个恢复阶段，我会倾向选择一双没有踏板的慢跑鞋来帮助我更快的恢复，因为在这个阶段，你更需要鞋帮你放松，不给腿带来更多的压力，并且在赛后的跑步中提供足够的支撑，让你不会因为身体的消耗造成动作变形而带来受伤的风险。以前每次到这种时候，选鞋对我来说有一个问题，很难选择一双适合我慢跑又灵活又不重的鞋。这次赛后我穿的是布鲁克斯的甘油 Flex 来做恢复跑，这双鞋很好的解决了我之前提到的问题。赛后那几天其实腿是很疲劳的，发力不稳定。这双鞋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比较轻，上脚没有负担，跑起来不会觉得拖沓。这双鞋的特点是前后掌是分离结构，所以从落地到过渡会比较顺，尤其是我的这种跑动技术下，脚的活动空间比较大，不会被卡住。但它也不是那种很松的脚感，落地的时候支撑还是在的，尤其是像赛后身体疲劳的时候，这点我认为比较重要。我这几天跑下来的感觉是腿的压力会比较小，不会有那种一直在顶的感觉。我赛后这种恢复跑大概5分左右的配速，这双鞋可以比较自然地跟上我的节奏，不需要去刻意适应它。整体来说，脚感比较自由，又不会失去基本的支撑。这次的波马是我第2次去跑波马，和第1次相比，更加的放松和从容，更能享受比赛和整个的赛道。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这次大腿险些又抽筋了，并且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和第1次波士顿马拉松严重抽筋的地点是一样的。上次以为是下雨低温导致的，这次在同一个地方险些抽筋，我估计是心理暗示起了作用，因为快到上次抽筋的地方的时候，脑子里管不住的就胡思乱想上次的感觉和画面。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训练结束了，赛后这几天轻松跑加恢复，身体差不多恢复了7、8成吧。今天跑下来感觉也挺不错的，而且伤没有再严重，并且在向好的方向走，非常不错。波士顿马拉松结束的那种激动、兴奋的状态也慢慢过去了，接下来其实就是回到日常的训练。我现在也不太急着去进入下一个训练周期，更重要的是先把节奏找回来，把身体跑顺，让自己重新回到一个自然稳定的跑步状态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这双鞋还是挺不错的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